真不是个好地方，禁制重重，结界无数，不只会让妖褪去画皮，也会让人焕复面孔。心虚了吗？高高在上的龙神大人，我还是更喜欢你纪灵的样子。在我心里，单纯可爱的纪灵有趣多了。吴相月的狐狸哪儿来的心？你也配说喜欢二字？心自然是有的。龙神大人要是感受不到，可以摸摸看。龙神大人害羞了。我们在为府经历那么多，你都忘了？还是说你怕我？你就是纪灵，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出现，把我从这些法术禁制中救出来？你舍不得我受伤，舍不得我留疤。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，对吧？自古以来，吴相月和石林宗互不干涉，彼此克制。吴相月的狐狸死在石林宗的大殿里，这个麻烦我不想要。擅闯之罪不追究了，我派人送你离开。还有这个，你冒险前来，想必也是为了此物吧？若我还有别的目的呢？若我想留下来陪你呢？龙神大人，每日的沐浴焚香啊，这香味真特别，我从未在人世间闻到过。但这气味，闻了让人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一座开满鲜花却空无一人的山谷。龙神大人，你是不是很孤独？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？戏码这么拙劣，就别再演了吧。吴相月的狐狸最擅长虚情假意，言灵操控，为达目的，变化千万面孔，对世人说尽甜言蜜语。这么美的皮囊之下，藏着一颗多么冷的心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也是，那这么美的皮囊之下，藏着一颗多么冰冷的心，你自己也清楚。你不是纪灵，既已拿回玉珏，不想魂飞魄散，就带着这块令牌离开。
赤吻大人，吴时光说我是个木偶，我明明就是南山下的一个小狐狸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知道了，你确实是我做出来的一个木偶，不是小狐狸。不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可以给你神力，也可以给你记忆，能做赐予你生命，让你体验人世滋味，这不是恩赐吗？做一个被操控的木偶，被自己最信任、最亲近的人欺骗，也算恩赐吗？不要放肆！赤吻大人，你把我创造出来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傀儡吗？还是说你需要拥有一个随时替你去死的人？这重要吗？重要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就算是个木偶，我也想知道我存在的意义。就算是个木偶，只要我能保护好龙神大人，我的存在就有意义，就不是一堆木头。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，我就是纪灵，我就是纪灵。我就是纪灵。你跟我来。那我怎么找你呢？放心吧，我能找到你。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吗？我一直希望你可以永远天真烂漫，活得无忧无虑。你是我最想留住的那段年少和过往，可惜了。
这些法师装腔作势，屁用没有！一整天过去了，表哥还没找到。哎，你能闻到香气吗？这四周又变大了，不会已经轮到嗅觉了吧？午后之方相见，死居可解。罗管事，昨日你为何要去？怎么不见玉薇姑娘？她不会也失踪了吧？柳公子，我问了一圈，都说从昨天黄昏开始都不见你人影了。请问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睡觉。黄昏时分，我房间床褥脏了，便找罗管事换了一床新的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这点小事，罗管家也要管吗？表少爷自小金贵，只睡天蚕丝缎做的床褥。那些床褥都锁在库房里，只有我有钥匙。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妖怪作祟吗？盘问我们这些凡人做什么？姓武的，你不是说设下结界，保为府平安吗？装神弄鬼！我看你们不是什么民间法师，是民间骗子。哎，结界只防妖邪作祟，防不住人心险恶。韦家主的失踪和妖术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人在脂坊使用法术。嘿嘿，阵法被触发喽！你好啊，小维。多谢多谢，这狐妖可不好对付。有位姑娘，怎么会是她？哎，很难接受吗？
他就是小维。带回石林宗收押审问。哎，丽姐，不行，小维是我师门苦寻多年的妖物，不能给你们。话是没错，但你要找的小维是断了一条尾巴的8尾妖狐，你再仔细看看这只。9条尾巴。果然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说自己从不妄言。想走？云薇姑娘，你快醒醒！双花法师，哎，莫云探，天法归元，散！双花法师果然厉害。
传闻，女娲创造众生时，捏土所用的泉水，自古至今都是由7条不死不灭的九尾狐所守护。这圣泉之所，被称为无相月殿。姐姐已经回到圣泉了，在这里怎么还紧张呢？万幸今夜是15月圆之夜，我们被玉界之力强制召唤传送回来，否则那个双花法师可不好对付。我倒觉得那个双花法师没什么了不起，要不是我妖力失控的话，他才不是我和姐姐的对手。不要轻敌，好吗？听姐姐的。准备开始记忆共享。你也不是韦公子，韦公子可不会拿刀抵。如此漂亮的 party， 真是。姐姐是太久不见，认不出我，怎么总是这么有神祭灵，人生如祭的祭，心有灵犀的为。没想到小薇这么狠心，骗我进法阵，做她替罪羊。可我是何时暴露的呢？你有对谁用过言灵术吗？姐姐是太久不见，认不出我了吗？原来是她啊！怪不得叫玉生为，还是舍不得那个为字。也许没有这么简单，我也曾对他使用过言灵术。安静。小维的言灵之术天下第一，若他真是小维，我那时必遭反噬。也许我们当时见到的玉生为是真的。你是如翠，是伤到了吗？可后来悄悄回韦府的，就不一定了。或者，我对玉生为用言灵之时，小维也在场，被他发现了。你是玉薇。是啊，韦青、罗维、玉生为、柳为雪，你不觉得很巧吗？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个与为同音的字。
我们走。走。我不想再一无所有，不想再从头再来，我不想再流离失所。你一直给我做我喜欢的栗子糕，都是为了让我开心，不是吗？还有你给我准备的，放在我的包袱里。其实你是想跟我一起走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从来都没有给你准备过什么栗子糕，我一直在准备的是别的东西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模仿韦青的字迹，我用韦青的字迹写下了契约书。现在韦青死了，如果你也死了，整个韦氏部中就尽归我手。只可惜，你太过紧张，忘记了被烧热的红烛，哪怕只要轻轻一碰，都会留下痕迹。这上面的指印还需要比对一下吗？罗管事。是你杀了申维。是你杀了申维！奎月，不，那只是相似的刺青。这是我生来就有的印记。我们不是说好的一结金兰吗？那我也刺一个。不配，你不配！我确实不配。你们是神通广大的法师，是穿金戴银的名门望族。你们试过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被人欺凌、受人践踏的日子吗？世灵宗总说要保护世人，怜爱苍生。那我问你们，救城郭的人算不算苍生？救城郭彻夜不绝的啼哭，你们听不见是吗？可玉小姐从未欺凌过你，是她亲手把你拉出泥潭，再是心中不甘，也不该向月痕指向她。我只是不想再饥寒交迫、朝不保夕。
我不想放弃眼前的富贵安逸，有错吗？有，但我认了。淋过雨的人，本应更愿意为别人撑伞，而你，却把别人好意借你的伞，据为己有。妖懂感恩，你连妖都不如。世间多薄凉，难得有心人。我一直在找那个有心人，生生世世，茫茫人海，苦不堪言。而你却杀死了那个唯一真心待你的人。几百年了，这人心，我终究还是不懂。精灵，快过来！纪灵，让开！阿切，好像压制不住体内的妖力，他要失控了。那不是妖力。寒冰诅咒呢？为何他如此肆无忌惮地使用妖力，却不被追逐？他使用的是龙神之力，自然不会引来寒冰诅咒。龙神之力，小薇怎么会有龙神之力？厉统领，纪灵。
已经妖力失控，怎么办？只有龙神才能对付他。可是龙神待在噬灵宗里，怎么可能来为辅赵小薇？那就带小薇去找龙神，不准的，我带于小姐去龙神庙。龙神大人，他被小薇重伤后，已经不行了。处理掉吧。是。你决定好了？只要抓到了小薇，我就能进入噬灵宗，然后杀掉龙神。你们几个人里，有一个人就是我要抓的挖心凶犯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姓武的绑的我。他中毒了。怎么会？阿姐，别担心，有厉害的噬灵宗法师在呢，没事的。他应该是被人下了毒。姐夫一向跟人无冤无仇的，会是谁呢？他中的应该是慢性毒，需要分开多次，一点点下。一定是他身边之人才能下手。要是时间再晚一点，恐怕就回天乏术了。但是，他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啊。原本呢，
我是可以用法术将他体内的毒吸出，但现在我戒指里的法力只剩1成，救不了他。连厉害的法师也救不了吗？回廊，回廊，回廊，怎么会这样？如果能早点找到解药的话，或许能救他。哎，我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真的。多谢季公子啦。啊，不用谢。还有一个伤患呢。嗯，玉小姐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。可是，季公子刚刚说的，你的法力止于1成了，你还能替我疗伤吗？还有别的办法？那，士林宗特制金疮药。更好用。那，你不要啊？想劳烦季公子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上一上药吧。我不太懂，怕弄错了。好啊。好了，多谢季公子。不客气。玉薇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？季公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前厅看看吧，他们可能在审问吴法师。哦，好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武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武时光法师，请留步。韦家主不愿意雇你，那我可以吗？罗管家，我姐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民间法师合谋出这等荒唐事，你真要找帮手，也要找士林宗的正牌法师，对吧，季公子？很对啊。不过罗管事的担心也没错，韦家主被下毒，确实有人要害他。不怀疑妖，却在怀疑人。妖狐明明就在韦府，昨夜死了2人，其中1名还是士林宗的丹花法师。如此凶残，要不是我提前把韦家主藏了起来，说不定我还能喝，还能喝。酒呢？酒。坐下吧。给柳少爷备一碗醒酒汤。是。妖物害人，何须下毒？直接挖心便是。假新郎聊完了，是不是假新娘也该聊聊了？别一直假新娘假新娘的唤我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姓雾，雾里看花的雾，妄言则乱的妄言，
我爹娘给我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叫我不要乱说，不要胡说。所以，我说我不是狐妖呢，就不是。可你身上确实有妖狐的气息。金陵法师，你这是盯上我了。若真对我有意思，不如私下聊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孤男寡女的可不能随意私下见面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就好了。哦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这只九尾狐，好不容易寻来了这一截断尾，靠着它和主人的感应，一路追踪到了韦府。确实有九尾狐的气息。你为何要找这狐妖？你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算是吧。这只九尾狐妖单名一个韦字，他在落难时被一凡人所救，为了报恩，他不断杀人挖心，维持皮囊与灵力，只为在茫茫人海找到他的恩人，守护其一生平安喜乐。只可惜，求而不得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心心念念找他那个救命恩人。小维的恩人是韦家主吗？我猜是的。因此狐妖一定想要杀了他的情敌，于是我就假扮新娘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真守来了一头猪。现如今，众妖皆会画皮之术，早就不需要通过吞噬人心来维持皮相了。那小维为何要杀人呢？妖怪都是邪物，杀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妖是很坏，但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礼义廉耻，妖也并不是总想着作恶多端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总得有个理由。或许是他断尾后元气大伤，需要吞噬人心，维持人形。既然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，那没抓到小薇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韦府。多此一举。小维的恩人如今躺在床上，都快要死了，他一定想办法救人，怎么还会走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是小薇吗？布庄生意繁忙，内外都需要我打理，我不能一直留在府内。要想离开韦府也可以，还请诸位配合我一下，要承受我的血印符，这样就算逃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追踪到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士林宗法师，也要弄这个东西吗？妖会画皮，人会说谎，我怎知你是否真的是士林宗的人呢？你吓我一跳。罢了罢了，清者自清，就配合你一下吧。死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为什么要害我们啊？不是我，是小维。小维？这狐妖难道真的法力通天，竟能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同时给我们打上了死咒？不，除了法力通天，还可以设置条件，让咒术自动生效。比如让我们这群人同时做某件事情，或者没做某件事情，都能触发死咒。我明白。哎呦，我们都没准备贺礼。两位公子，里面人多势杂，还请留下姓名和您的随礼。你和乌文言假扮新郎新娘，自然没有准备贺礼。小维应该是在礼单上施了咒。不送礼而入为府者，必是别有用心之人。小维用这个条件来过滤筛选，真是聪明。哎，雨薇姑娘，你怎么也没准备贺礼啊？家里穷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咋了？这印记看起来像是月相，而且还在逐渐扩大。方才还是圆形，现在变成残月了。死咒吞命，逐日侵蚀，是进则失。我不想死。虽然中了死咒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范围一下子缩小了，不是吗？想必三位的手上都没中死咒吧？中。你。中死咒的3个人中，我最怀疑柳微雪，整个人都醉得着不着北了，偏偏走，醉倒在了脂肪，我可不行。不信就对了，他是专程去找罗维的。罗维？这是什么？我时光法师设下了结界，说是可以防止妖怪伤人。挺好，挺好。喝点茶，醒醒酒。柳少爷，望你莫要再如此贪杯，太伤身了。我是为你等酒，才喝了那么许多。罗维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把我放在心上？柳少爷，缘分天定，强求不来的。都说惟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若去求一道符，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陆威眼中只有韦青啊。哎，这韦府地方不大，关系倒是盘根错节的。
哟，你有头疼啊啊！可他明明就喝醉了，又如何杀人呢？那玉小姐说，昨晚一进韦府，罗管事就带着她去了脂坊，她和罗管事可以互相证明。相互证明，也可以说是互相掩护。头疼，怎么感觉人人清白，又人人可疑啊？烦死了！到底谁是小薇啊？放心，是狐狸的话，迟早会露出尾巴的。怎么了？我的触感没有了。那该怎么办？我可不想给你送终哦。我要是小薇，一定也会给自己打上死咒的。可那惨叫声响起之时，勿忘言、纪灵、易杰还有玉薇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哪有时间去挖心啊？妖法万千，千里之外亦可取人首级。而且，谁说小薇只有一个人，就不能有帮手了？有道理。连我身边都有你这样的，得力干将。你最怀疑谁？勿忘言和玉薇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死咒开始生效了，已经没了触觉，不疼的。别担心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纪灵，一个普通法师，没有法力，却能让侍灵宗的统领乖乖听话，寸步不离，肯定有问题。唉，这烤银杏也吃不出味道了，好惨。这死咒会渐渐剥夺我们的感官，直到无感尽时。手中月相蚕食殆尽之时，就是我们名副黄泉之日。这个小薇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得想个办法，让她露出狐狸尾巴。侍灵宗的法师听命于法师统领，那统领听命于谁？龙神啊。龙神？不能吧？就那傻小子是龙神，可是龙神怎么可能没有法力啊？一直有传言，赤吻在那场浩劫之战中受了重伤，失去了所有的龙神之力。你还记得纪灵手上那枚戒指吗？他使用的妖力，都是从那枚戒指上借来的。我们是追着妖气寻到这里的，你就是那个挖人心的九尾狐。那不是老天帮忙，这下不用去石灵宗，也能杀龙神了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先静观其变吧。活下来再说。我得先去个地方。微妙阁。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坐以待毙，等死咒蚕食殆尽吗？抓到小维，就能解我们的死咒。而且那个纪灵和武时光也中了死咒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们啊，比我们紧。他们很厉害吗？先不说别的，武时光手上的那串佛珠就非同寻常，名为12念，由12个穷凶极恶的罪者之血凝固而成，代表了12种不同的意念：善念、恶念、贪念、执念、欲念、妄念。好啦好啦，
要是这法器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落到一个普通的民间法师手里？你真以为他是什么普通的民间法师吗？那纪灵呢？你说。他一看就是个傻小子，冲他笑一笑，连命都给。他啊，比起武时光更不简单，你可不要大意哦。有意思，那我就去会一会这个命定之人。小鬼教你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我其实把……玉薇姑娘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？谁让你躲在里面吓人的？我哪知道是你，我还以为是采花贼呢。你明明都已经看到我了，怕不是故意的吧？那个里面，它光线很昏暗，我根本没有看清楚。哦，那你现在看清楚了？嗯，我应该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长相吧？很帅。所以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很俊朗？很眼熟之类的？不觉得呢？不眼熟吗？是不俊朗。谢谢。你们为什么来罗维房间？你为什么躲进柜子里？我们来查案，你呢？我也是来查案的。啊？你也是来捉妖的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哪是什么民间法师？这查案呢，也只是为了保命。这要不快点找到小维，这死咒该怎么解啊？我觉得那个罗管家很有问题，我想从他查起。啊。慢点，就是这儿。麒麟术，看来是有人躲在里面，通过吸取凡人的心气来修炼妖力。有人？
指教才对，你小心点。是韦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这位姑娘，请问这微妙阁求的是什么呀？这里是姻缘阁，自然求的是姻缘呀。原来这心悸源自于情愫，难怪漫天纷纷。这么英俊啊，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？这姻缘阁也太灵验了。官人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急，也不等等我？妹妹，听说这微妙阁求姻缘可灵了，是吗？之前我也觉得，现在嘛，一般。不是说这姻缘符百试百灵吗？你们俩看上去也不太需要韦大人的姻缘符吧？我们韦大人，不过啊，要求得此福。哼哼，哼哼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好奇吗？好奇。求啊！他说啊，若要求这姻缘符，得脱去全身衣物，彻底坦诚相见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脱去衣物后，还得告诉韦大人一个秘密。满口妄言。是满心妄言。进阁求福还得脱去衣服。还有，为何跟踪我？我跟踪的可不是你哦。你怀疑他？可他昨夜一直跟玉小姐在一起。倒也不是一直在一起。府中宾客众多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新娘子根本没拜堂。我先带小姐去脂坊暂避一下。罗管家把我带到脂坊后便离开了，我让他去帮我找韦郎过来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50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可他明明就知道，韦青当时被关在脂坊的柜子内。是啊，如此自相矛盾，你说他的嫌疑大不大？这个罗维来韦府也就1个多月，这韦府上下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他是唯一一个外人，你说他嫌疑大不大？罗维的事我们已经摸过了。嗯。罗维，出生在旧城国，是个孤儿，从小被一个赤脚医婆带大。听说那医婆对医毒有所研究，所以我们怀疑就是他对韦青下的毒，才来房间找证据。我就知道他有问题，还好有季公子你们在，要不然这韦府都得被他们搞得家破人亡。哎，你不是法师，就别操心了。这狐妖危险得很，交给我们诗林宗来对付就行了。唉，之前那个诗林宗法师太弱了。季公子，要是你能早一点来，我就不用靠自己了。阿季，谢谢你。哎，哎，季，
我也是为了姐姐。啊，你说玉小姐啊？你们俩姐妹真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罗维竟然还有心思来求姻缘，难道他真的喜欢韦青？时光哥哥怕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子的真心喜欢是什么样子的吧？我姓吴，可以叫吴法师。这喜欢啊，可以让手持利刃者丢下屠刀，高傲狂妄者低下头颅，身披锐甲者露出弱点，让最精明的人做尽天底下最愚蠢的事，甚至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归处。我坐船来的，一会儿打算散步回去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木头。是你的脑袋。好好的男女之情，两情相悦，被你说的好像妖术一般。这世间情爱啊，就是妖术。啊不，比妖术更可怕。你说，这罗维像是个为了情爱要死要活的人吗？她相比起普通女子，心思更加缜密，藏锋于拙，确实不像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。望言妹妹真是望言。谢谢。找到了。季公子，你手不松开，我怎么给你啊？啊。你来。哦。是解药。这都能闻出来。我可是博览群书的药理天才，证据却走了。看来漂亮的女人都是骗子。怎么还自己骂自己啊？阿七觉得我漂亮。我觉得我们都小瞧罗维了。因爱生疾，爱而不得，只是他给自己画的一层皮。他真正想要的，不是韦青，而是这座韦府。哎，玉薇姑娘，还不进去，愣着干什么？赵小娥。什么？花心案的死者中，有一个人的妻子名字就叫赵小娥。昨夜死在韦府的李茂，手中也拿着此符。我就是因为这张符，才追到这里。该不会，所有死者的伴侣都来过韦妙阁吧？找一找就知道了。陈刚。孙芝娘，李茂的夫人，讨喜。真要进去看看。
嘿嘿。哎，醒了。慢点儿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中毒了，但现在没事了。中毒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是罗维给你下的毒。罗维？嗯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在哪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先休息会儿吧。还是第一次见一队人来求姻缘的，真有趣。我们不是没办法，我们实在太恩爱了，所以只好来求下辈子还要在一起，对吧，相公？韦大人出去云游了，近日不在阁内，二位改日再来吧。方才明明有人求了符出去。韦大人虽然不在阁中，但是你按照规矩来，姻缘符自然是有的。我没钱。真没有。啊，除了香火钱，还得写下一个秘密，一起放入箱子里。哦，秘密？为什么呀？韦大人喜欢秘密，他说秘密是世间上最强大的力量，而且你们世人的单相思不也是种秘密吗？啊，有道理。看来姑娘写的是谎话呀，没有真诚之意，又怎能换来真心之福呢？快走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早跟你说了吧，别浪费时间。哟，还藏私房钱呢。如果不想死的话，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城里的挖心案，与你们送出去的姻缘符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事关韦大人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我来吧。告诉我，城里的挖心案与你们送出的姻缘符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姻缘符上有狐媚咒，可保求福之人获得心上人垂爱，终成眷属。有代价吗？若求福之人移经别恋，心生悔意，可将姻缘符撕毁，但中符之人会受到反噬，心痛难耐，最终自己挖心而死。
求福者变心，却要中伏者死。这符咒可真歹毒。